今天我們來聊一個你可能從沒想過的真相，失智症，也就是大家常說的老年痴呆。它不是腦子突然壞掉，不是某天早上醒來忘記自己是誰，更不是什麼命中注定的衰老宿命。科學家們花了將近30年，終於拼湊出一幅驚人的全景圖。失智其實是你全身燒了幾十年的一把慢火，最後燒到腦子裡的結果。而點燃這把火的3根火柴就藏在你每天的生活裡，它們分別叫做血糖失控、慢性發炎和長期失眠。更可怕的是，這3根火柴之間還會互相點燃，形成一個死亡回圈。今天我們就來徹底拆解這個回圈，看看你離失智到底有多近，又該如何在火燒起來之前把它掐滅。先從一個讓全世界神經科學家都震驚的發現說起。2005年，美國布朗大學有位叫蘇扎曼·德拉蒙特的神經病理學家，他在研究阿茲海默症患者的大腦時，發現了一件極其詭異的事情。這些失智患者的大腦竟然出現了嚴重的胰島素抵抗。什麼意思？就是說，大腦細胞明明泡在胰島素裡面，卻完全不理會胰島素的指令，就像一個人站在滿桌飯菜面前，卻活活餓死一樣。這太離奇了，因為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認為胰島素抵抗是糖尿病的事情，跟腦子有什麼關係？可蒙特教授的數據擺在那裡，失智患者大腦中的胰島素信號通路幾乎和2型糖尿病患者的胰腺一模一樣的崩潰了。於是他大膽提出一個石破天驚的概念，阿茲海默症本質上就是大腦的糖尿病。他甚至給他取了個編號，叫做3型糖尿病。這個概念剛出來的時候，學術界一片譁然，很多人覺得他瘋了。可是接下來10幾年的研究卻一步步證明他可能是對的。我們先搞清楚一件事，你的大腦是全身最貪吃的器官，它只佔體重的 2%， 卻要消耗你全身 20% 的能量，而且它幾乎只吃一種東西，就是葡萄糖。每1秒鐘，你的大腦都在瘋狂地燃燒葡萄糖來維持思考、記憶和意識，而胰島素就是幫助葡萄糖進入腦細胞的那把鑰匙。現在想象一下，如果這把鑰匙壞了會怎樣？腦細胞吃不到糖，第一件事就是能量崩潰，神經元開始罷工。但這還只是開頭，更恐怖的連鎖反應才剛剛開始。當大腦的胰島素信號失靈，一種叫做糖化終產物的東西就會開始在腦中大量堆積。這玩意兒的英文縮寫叫 ages， 聽起來就像衰老。事實上，它做的事情也正是加速衰老。糖化終產物是什麼？簡單說，就是多餘的糖分子粘在蛋白質上面，把蛋白質變成一坨焦化的廢物。你可以想象烤肉時表面那層焦黑的東西，那就是糖化反應的結果。現在，這種焦化反應正在你的腦細胞裡面發生，神經元表面的受體被糖化物糊住，突觸傳導開始遲鈍，記憶力開始下降。你以為這只是老了記性差？不，這是你的大腦正在被慢慢烤焦。可是故事到這裡才進入真正可怕的部分。糖化終產物堆積之後，會觸發一個你絕對不想啟動的系統——免疫系統的慢性發炎反應。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第2根火柴。你可能覺得發炎是好事啊，手指割破了，紅腫熱痛，幾天就好。那是急性發炎，是免疫系統在保護你。可是慢性發炎完全不一樣。想象一下，你家裡的煙霧警報器響了，消防隊趕來滅火，這是急性發炎。可如果警報器壞了，消防隊天天來了就拿水管亂噴，噴了客廳，噴廚房，連牆壁天花板都給你泡爛，而且永遠不走。這就是慢性發炎。你的免疫系統不再是保護者，而是变成了一支失控的軍隊，開始攻擊自己的組織。2010年前後，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做了一項大規模追蹤研究，他們跟蹤了上萬名中年人長達20年以上，定期檢測他們血液中一種叫做 C 反應蛋白的發炎指標。結果發現，中年時期 C 反應蛋白長期偏高的人，到了老年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比正常人高出將近3倍。而且這種關聯在排除了年齡、基因、教育程度、生活習慣等所有干擾因素之後，依然牢不可破。為什麼慢性發炎會導致失智？因為你的大腦裡有一群特殊的免疫細胞，叫做微膠細胞。正常情況下，它們是大腦的清道夫，
負責清除死掉的神經元碎片和有害蛋白質。可是當慢性發炎的信號從身體其他部位傳到大腦時，微膠細胞就會被過度激活，從清道夫變成破壞者。它們開始釋放大量的促炎因子，這些促炎因子就像酸液一樣，腐蝕周圍的神經元和突觸連接。更糟糕的是，被過度激活的微膠細胞還會喪失清除有害蛋白質的能力。這裡就要提到失智症最著名的元兇之一——貝塔類澱粉蛋白。這種蛋白質在正常大腦中也會產生，但正常的微膠細胞會及時把它清理掉。可一旦微膠細胞被慢性發炎搞得瘋瘋癲癲，清理工作就停擺了。貝塔類澱粉蛋白開始堆積，形成斑塊，就像下水道被垃圾堵住一樣。這些斑塊又會進一步刺激更多發炎反應，釋放更多促炎因子，殺死更多神經元。你看到了嗎？這是一個自我加速的死亡螺旋。發炎導致清理失敗，清理失敗導致蛋白堆積，蛋白堆積導致更多發炎，然後一切加速崩潰。而且慢性發炎的來源遠不止大腦本身。2019年，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研究團隊發現，牙周病患者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顯著升高。牙周病，你沒聽錯，就是牙齦發炎流血那個牙周病。因為牙周病的細菌會順着血液跑到全身各處，包括大腦，在那裡引發持續的免疫反應。同樣的道理，腸道菌群失衡引發的腸道慢性發炎也被證明與失智症密切相關。2020年，上海交通大學的團隊發表了一項重要研究，顯示腸道中某些促炎菌群的比例升高，與大腦中貝塔類澱粉蛋白的沉積量成正相關。所以你現在明白了嗎？失智不是腦子的問題，是全身的問題。你的牙齒在發炎，你的腸道在發炎，你的脂肪組織在發炎，你的血管壁在發炎。這些星星之火最終全部匯聚到大腦，點燃一場毀滅性的大火。而肥胖、高血糖、高血脂，每一個代謝異常都是往這把火上澆油的幫兇。好，現在我們已經看到血糖失控和慢性發炎這兩根火柴如何互相點燃，把你的大腦推向深淵。可是還有第三根火柴，它可能是最被低估也最容易被忽視的那一根——失眠。2013年，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的麥肯內德加德教授發現了一個改寫神經科學教科書的系統，他把它叫做膠淋巴系統。這個系統是做什麼的？它是大腦的下水道。白天你思考、工作、刷手機、吵架、焦慮，你的大腦神經元在這個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代謝廢物，其中就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貝塔類澱粉蛋白和另一種叫做tau蛋白的有害物質。這些廢物如果不清理，就會慢慢堆積，最終毒死整個系統。而膠淋巴系統清理這些廢物的最佳時機，就是你深度睡眠的時候。麥肯內德加德教授的實驗簡直令人目瞪口呆。他用熒光標記追蹤小鼠大腦中的廢物清理過程，發現在深度睡眠期間，大腦的膠質細胞會收縮大約 60%， 給細胞間隙騰出空間，讓腦脊髓液像洗衣機裡的水一樣沖刷整個大腦，把白天累積的垃圾全部沖走。而在清醒狀態下，這個清理系統的效率會暴跌 90% 以上。換句話說，你的大腦每天晚上都需要進行一次徹底的大掃除，而如果你睡不好，這場大掃除就會被取消。2017年，華盛頓大學的研究團隊進一步證實，即便只是一個晚上的睡眠剝奪，受試者腦脊髓液中的貝塔類澱粉蛋白濃度就會顯著上升。一個晚上，想想你有多少次熬夜追劇、加班趕報告，或者單純因為焦慮而翻來覆去睡不着。每一次你大腦裡的垃圾都在堆積，而長期失眠的人，這種堆積是持續性的、累積性的，就像一棟永遠不打掃的房子，垃圾從地板堆到天花板，最後整棟樓都會倒塌。可是失眠對大腦的傷害還不僅僅是垃圾清理停擺這麼簡單。2019年，加州大學百克萊分校的沃克教授，也就是寫了那本暢銷書《為什麼要睡覺》的那位，他的團隊發現了一個更加恐怖的機制，失眠會直接引發大腦的慢性發炎。沒錯，又是慢性發炎。研究顯示，長期睡眠不足的人，血液中的促炎因子、白細胞介素六和腫瘤壞死因子
阿法的水平會持續升高，而這些促鹽因子會穿過血腦屏障，直接在大腦中點火。你看到了嗎？3根火柴的死亡回圈完整的連起來了。血糖失控導致糖化反應和胰島素抵抗，引發全身慢性發炎。慢性發炎激活大腦微膠細胞，破壞神經元，阻礙有害蛋白清理。失眠讓膠淋巴系統癱瘓，垃圾堆積加速，而堆積的垃圾又進一步加劇發炎，發炎又反過來干擾睡眠品質，讓你更難進入深度睡眠。同時，失眠還會搞亂你的荷爾蒙，讓你第二天更渴望高糖食物，血糖於是更加失控。這就是一個完美的死亡螺旋，3個因素互相餵養，互相加速，最終把你推進失智的深淵。接下來我們再深入看看這個死亡回圈在微觀層面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因為魔鬼真的藏在細節裡。先說血糖，很多人覺得只有糖尿病患者才需要擔心血糖問題，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事實上，科學家們發現，即使你的血糖水平還沒有達到糖尿病的診斷標準，只要長期處於偏高的狀態，大腦就已經在默默受損了。2018年，澳洲國立大學的研究團隊追蹤了超過2000名中年人長達12年，結果發現，即使是正常偏高範圍內的血糖水平，也與大腦海馬回的萎縮顯著相關。海馬回是什麼？它是你大腦中負責記憶的核心區域，也是阿茲海默症最早開始攻擊的地方。換句話說，你的空腹血糖可能只是稍微高了那麼一點點，醫生看了說還好，還不用吃藥。可你的海馬回已經在悄悄縮小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高血糖的傷害不是一次性的猛擊，而是持續性的滲透。每一次血糖飆升，都會在你的血管壁上留下微小的損傷。這些損傷會引發局部的炎症反應。日積月累，你的腦血管就會變得越來越僵硬，越來越狹窄，供血量逐漸減少。大腦是全身對缺血最敏感的器官，血流量稍微下降一點，神經元就開始缺氧、缺能量，功能就開始退化。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糖尿病患者到了晚年，腦子會越來越不清楚，反應越來越慢，不是因為老了，而是因為他們的大腦已經被高血糖泡了幾十年，血管千瘡百孔，神經元大批陣亡。更可怕的是，高血糖還會直接損害一個叫做血腦屏障的關鍵結構。血腦屏障就像大腦的護城河，它只讓該進的東西進去，把不該進的東西擋在外面。可是長期高血糖會讓這道屏障變得千瘡百孔，各種本來進不了大腦的毒素、細菌、發炎因子全都趁虛而入。這就相當於你家的防盜門壞了，小偷、蚊子、灰塵全部湧進來，你的大腦就在這種內外夾攻之下加速崩潰。再來看慢性發炎的微觀機制，這裡有一個關鍵角色，你一定要記住，它叫做 NF-κB， 這是一種轉錄因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免疫系統的總開關。正常情況下，這個開關是關着的，只有在真正需要發炎反應時才會被打開。可是當你的身體長期處於代謝紊亂的狀態，高血糖、高血脂、內臟脂肪堆積、腸道菌群失衡，這些因素會讓 NF-κB 的開關卡在開啟的位置永遠關不上。NF-κB 一旦持續激活，就會命令細胞大量製造促鹽因子。這些促鹽因子會滲透到身體的每一個角落，包括大腦。在大腦中，它們會激活微膠細胞，而被激活的微膠細胞又會進一步釋放更多的 NF-κB 信號，形成一個正反饋的死亡循環。有研究顯示，阿茲海默症患者大腦中 NF-κB 的活性比正常人高出數倍之多。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科學家現在認為，如果能找到一種安全有效的方法來抑制大腦中 NF-κB 的過度激活，就有可能從根本上阻止甚至逆轉阿茲海默症的進程。最後來看看失眠的生成機制。我們前面說了，膠淋巴系統在深度睡眠時清理大腦垃圾，但這裡面有一個細節特別值得注意，不是所有的睡眠都有清理作用，只有深度睡眠，也就是慢波睡眠，才是真正的大掃除時間。你可能每天睡了7-8個小時，可如果你的深度睡眠時間不夠，大腦的垃圾清理效率依然會大打折扣。什麼會破壞深度睡眠？壓力、焦慮、睡前滑手機、酒精、咖啡因、不規律的作息，這些都是常見的兇手。
但還有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隱形殺手——高血糖。沒錯，又是血糖。研究顯示，睡前血糖偏高的人，深度睡眠的時間會顯著縮短，因為高血糖會刺激交感神經系統持續興奮，讓你的身體以為還在戰鬥或逃跑的狀態中，自然無法進入深度放鬆的慢波睡眠。而反過來，睡眠不足又會導致第二天的血糖調控能力下降。2012年，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的研究顯示，健康人連續4天只睡4個半小時，胰島素敏感性就會下降 16%。你沒看錯，僅僅4天的睡眠不足，你處理血糖的能力就倒退了 16%。長期下來，這種損害是累積的。你可能覺得自己習慣了少睡幾個小時，可你的身體並沒有習慣，它只是在默默地走向胰島素抵抗和糖尿病的深淵。而深淵的盡頭就是失智。2021年，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發表了一項追蹤近8000名英國公務員長達25年的重磅研究，結果令人震驚。那些在50歲和60歲時期持續每晚睡眠不足6小時的人，到了晚年罹患失智症的風險比睡眠充足的人高出 30%。而且這個結果在控制了精神疾病、心血管疾病和其他所有已知的失智風險因素之後，依然成立。好了，現在讓我們把整個死亡回圈的全景圖再看一遍。你年輕的時候，也許只是飲食不太健康，愛喝含糖飲料，經常吃精致碳水化合物，血糖開始一次次飆升，每一次飆升都在你的血管壁上刻下一道微小的傷痕，都在你的蛋白質上沾上一層糖化膠殼。到了30幾歲，你開始發現自己越來越容易疲倦，睡眠品質開始下降，半夜容易醒來。你可能覺得這是工作壓力大，是手機看多了，可實際上你的身體已經悄悄進入了慢性發炎的狀態。你的肚子越來越大，內臟脂肪開始堆積，這些脂肪細胞不是安靜地待在那裡，它們在持續釋放促炎因子，就像一座座小型的炎症工廠，24小時不間斷地生產毒素。到了40幾歲，你的睡眠問題加重了，深度睡眠的比例越來越低，大腦的胶淋巴系統開始加班卻加不完。白天你覺得腦子有點鈍了，偶爾忘記一些事情，可你安慰自己說人到中年都這樣。可事實上，你大腦中的貝塔類澱粉蛋白已經開始悄悄堆積，微膠細胞已經從清道夫變成了縱火犯，突觸連接正在一根一根地斷裂。到了50幾歲、60幾歲，當症狀明顯到去看醫生的時候，醫生會告訴你，很抱歉，目前沒有藥物可以治癒阿茲海默症，因為那把火已經燒了30-40年，大腦中數以百萬計的神經元已經死亡，無法復活。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失智不是老年才開始的疾病，它是從你20幾歲、30幾歲就已經在醞釀的一場慢性災難。當你在便利商店隨手拿起第2杯含糖奶茶的時候，當你凌晨2點還在床上刷短影片的時候，當你無視牙齦出血繼續不去看牙醫的時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在給那把慢火添柴加薪。說到這裡，我還想特別聊一個很多人忽略的加速器——壓力荷爾蒙，也就是皮質醇。你有沒有發現，長期處於高壓狀態的人記性往往特別差？這不是錯覺。當你持續焦慮、緊張、壓力山大的時候，你的腎上腺會不斷分泌皮質醇。短期的皮質醇釋放是有用的，它幫你應對緊急狀況。可是如果皮質醇長期居高不下，它會直接毒害你的海馬回神經元。2018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團隊在神經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顯示，中年時期血液中皮質醇水平長期偏高的人，大腦整體體積更小，尤其是海馬回的萎縮最為明顯，記憶測試的表現也更差。而且你猜皮質醇升高會帶來什麼附帶效應？沒錯，血糖升高，慢性發炎加劇，睡眠品質下降。看到了嗎？壓力就像一把萬能鑰匙，它能同時打開3根火柴的蓋子。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話題，運動，或者更準確的說，不運動的代價。2020年，柳葉刀上的一篇系統性回顧分析指出，缺乏身體活動是全球失智症最大的可改變風險因素之一。為什麼運動對大腦如此重要？因為運動能同時作用於死亡回圈的所有3個環節。首先，
運動能大幅改善胰島素敏感性，幫助你的身體更有效地處理血糖。其次，規律運動能降低全身的慢性發炎指標，特別是 C 反應蛋白和白細胞介數6的水平。第三，運動能顯著改善睡眠品質，增加深度睡眠的比例。更重要的是，運動還能刺激大腦分泌一種叫做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的蛋白質，英文縮寫叫 BDNF。這個東西堪稱大腦的生長激素，它能促進新神經元的生成，強化現有突觸的連結，甚至有助於修復已經受損的神經回路。而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會讓 BDNF 的分泌水平持續走低，你的大腦就像一座沒有維修預算的老舊建築，只會越來越破敗。那麼，知道了這一切之後，我們能做什麼？這才是最關鍵的問題。科學家們給出的答案其實並不複雜，但需要長期堅持。第一，控制血糖，這不僅僅是糖尿病患者的事，減少精致碳水化合物和含糖飲料的攝入，增加蔬菜、優質蛋白和健康脂肪的比例，飯後散步20分鐘幫助血糖回穩。2022年，柳葉刀委員會在其發表的失智症預防報告中，明確將控制血糖和預防糖尿病列為可改變的失智風險因素之一。第二，對抗慢性發炎，減少內臟脂肪是最直接的方式，因為腹部脂肪是全身最大的促炎因子工厂。保持適度運動，不需要跑馬拉松，每天快走30分鐘就能顯著降低 C 反應蛋白水平。照顧好你的口腔衛生，定期看牙醫，別讓牙周病成為大腦發炎的隱藏推手。關注腸道健康，多吃富含膳食纖維的食物來滋養有益菌群。2024年，阿茲海默症協會發布的研究彙整更進一步指出，地中海飲食模式，也就是大量蔬果、橄欖油、魚類、堅果、全穀物的飲食方式，與較低的失智風險有顯著相關性。第三，守護你的睡眠，這可能是三者中最容易做到卻最容易被忽視的一項。固定每天的就寢和起床時間，哪怕周末也不要差太多。睡前1小時遠離手機和電腦熒幕，藍光會抑制褪黑激素分泌，直接破壞你的入睡品質。臥室保持涼爽和黑暗，最佳睡眠溫度大約在攝氏18到20度之間。如果你有打呼或睡眠呼吸中止的問題，一定要去看醫生，因為睡眠呼吸中止症會造成反覆缺氧，這對大腦的傷害是毀滅性的。2023年，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的團隊發表了一項令人振奮的研究。他們發現，在60歲以上的老年人中，那些同時維持良好血糖控制、低發炎水平和優質睡眠的人，即便攜帶阿茲海默症最強遺傳風險基因 ApoE-I 普西龍氏，他們的認知退化速度也比預期慢了將近一半。這意味着，即使你基因不好，命運也並非完全不可更改。你的生活方式，你每天的每一個選擇，都在和你的基因進行一場拉鋸戰。除了上面3點，還有2件事值得一提。第一是社交互動，你沒看錯，和朋友聊天，和家人吃飯，參加社區活動，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對大腦的保護作用超乎想象。2020年，柳葉刀失智症預防委員會將社交孤立正式列入12大可改變風險因素之中。因為社交活動需要你的大腦同時處理語言、情緒、記憶和推理，這種多維度的認知鍛鍊就像帶着大腦去健身房做全身訓練。而孤獨和社交隔離則會讓促炎因子水平上升，皮質醇居高不下，進一步加速那個死亡迴圈的旋轉。第二是持續學習，學一門新語言，學一種樂器，甚至學一套新的烹飪方法，都能在你的大腦中建立新的神經连結。這些額外的連接就像備用路線，即使某些主幹道被貝塔類澱粉蛋白堵住了，信號還能繞道通行。科學家把這種能力叫做認知儲備。認知儲備越高的人，即使大腦中已經出現了阿茲海默症的病理變化，臨床症狀出現的時間也會大幅延後。最後，我想說一件事，我們人類的大腦是已知宇宙中最複雜的結構。1000億個神經元，100兆個突觸連接，它讓我們能思考、能感受、能愛、能創造。它是你之所以是你的一切根基，可這個奇蹟般的器官卻脆弱到可以備一杯含糖飲料。
一個失眠的夜晚，一顆發炎的牙齒慢慢的、悄悄的摧毀。失智不是天降橫禍，它是幾十年來身體一直在發出的求救信號，被你忽視的結果。血糖飆升是信號，慢性疲勞是信號，睡眠品質下降是信號，牙齦出血是信號，肚子越來越大是信號。每一個信號都在告訴你，火已經點着了，請你現在就開始滅火。所以今晚請早點放下手機，好好睡一覺。明天請少喝一杯含糖飲料，多走幾步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就是你和失智之間最遠的那段距離。